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日的美股表现背后的推动因素、关键公司的动态以及对未来的逻辑判断。首先从指数层面来看，美股市场表现是止跌反弹，但是没有彻底转强。标普500指数当天上涨了约0.4%。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约0.6%，而道琼斯虽然上涨约为0.1%，但是却结束了此前连续几日的下跌走势。从技术面看，市场此前几日连续下跌，部分原因在于科技板块承压、AI 概念被质疑泡沫，以及利率预期上行风险加大。所以这一天的反弹更多是止跌企稳，而不是反转确认。那在此背景下，投资者情绪仍然偏谨慎、观望为主，因为市场正在聚焦一家公司，那就是英伟达。它的财报被视为检验 AI 整体热度的风向标。另外，宏观环境中包括利率、通胀、经济数据、企业盈利展望仍然存在不少不确定性。虽然有反弹，但是资金并没有全面涌入高风险板块，轮动现象明显，并且防御板块和小盘股没有显著回暖。因此，从总体来看，本日市场不给人放开冲的信号，但是确实给出了喘口气、调整期可能结束的暗示。那么，为了更清晰理解今天的走势，我们可以从3个维度来拆解一下：宏观背景、企业盈利板块动态、资金和估值情绪。那么，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分析和拆解，欢迎点赞并且订阅频道，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好，先从宏观背景来看，目前呢，市场正在压住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否会在12月份开启降息，或者至少释放更明确的鸽派信号。不过，从今天释放的会议纪要来看，央行内部对是否降息、何时降息仍然存在分歧，利率维持高位，会对估值水平较高的科技成长股构成压力。第二个就是，虽然今天的美债收益率并没有出现剧烈的波动，但是风险偏好仍然处于相对的谨慎态度。VIX 波动率指数处于约25左右，反映出市场对短期风险仍然有防备。第三个就是全球和地域性的风险了。亚洲市场互联网板块跟随美国科技板块调整，欧美市场因即将面对大额国债发行、地缘政治、经济数据等多重变量，整体风格偏先稳后攻。总体来看，宏观环境虽然没有恶化，但是也没有转为明确利好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市场更容易被某些确定性事件推进，而非预期加想象继续无脑上涨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企业盈利和板块动态，英伟达当之无疑成为今天的焦点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英伟达的财报不仅仅是它自身表现，更被视为 AI 整个产业链的检验仪。在财报公布前，它的股价已经上涨了约2.3%，反映市场提前压住其披露好数据。再来看零售板块，根据 Leaper Alpha 的统计，截至到今天呢，美国第三季度零售餐饮板块中已经披露盈利的公司中，约有65%盈利超预期，收入增长约为5%。不过，其中也指出，消费者正从想买转为必须买，加上更精明的买，尤其可选消费品类别正在渐弱。那么板块轮动的情况呢？科技与通讯服务板块在此日表现强劲，而传统防御板块，比如公共事业、必需消费品表现平淡。这个符合市场愿意尝试风险资产，但是尚没有全面转向的逻辑。综合来看，资金流动体现出稳中求进的态度。资金偏好积极但谨慎，偏好确定性强、基本面清晰的公司，而对高风险、高估值的概念板块仍然保留防御动作。那么，既然今天的焦点仍在 AI 与科技，我们将重点解读英伟达，并且借此观察科技板块的内在分化。我们直接看成绩单。英伟达发布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，收入约为570亿美元，超出市场预期。数据中心业务收入约为510亿美元。CEO 黄仁勋在电话会议中明确反驳 AI 泡沫论断，强调我们看到的不是泡沫，而是需求远未到顶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公司指引第四季度收入约为650亿美元，远超部分市场预期。这些数字传递出3个核心信号。第一个是 AI 基础设施需求仍然强劲，第二是英伟达在 AI 芯片系统层面仍然具备生态壁垒，第三是对未来资本支出、产业扩张存在相对明确可见路径。那么，借助英伟达的表现，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板块正在分化成3类。第一类是真供给型公司，比如英伟达半导体设备厂商，那在当前环境中享有优势，因为他们能够直接受益于 AI 的资本开支。第二类是真应用型公司，比如云服务、大型互联网公司这一类。如果说盈利模型确定，他们也具备上涨动力。
最后一类就是概念炒作性公司，就是那些只提 AI、大数据，但是没有商业化的公司。这一类公司仍然处于被市场检验的阶段。从今日盘面来看，英伟达等半导体以及 AI 链条公司上涨，而部分高度概念化、估值更高的小型 AI 公司表现反而承压。这说明市场资金在风险和回报的这种权衡中，开始更加注重实质盈利和可见增长。那么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呢，这个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？从积极角度来看，英伟达的出色表现提供了科技和 AI 板块再起的可能性。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个窗口参与那些具备实力、估值没有完全反映未来增长的公司，可能会获得不错的回报。但是从谨慎角度来看，英伟达虽然强，但并非所有 AI 布局公司都具备这种级别的护城河。市场对 AI 产业链的投资预期已经被拉高，如果资本开支节奏放缓，或者盈利兑现不及预期，调整风险依然存在。另外一点就是高估值加上高期待了，一旦增速放缓，那么回撤的风险可能就会被放大。因此，在当前阶段，科技 AI 板块可精选参与，但是不宜全仓或者是盲目追高。那么在看到这个英伟达财报之后，必须看到一个非常典型，并且在盘后进一步被强化的市场现象，就是淘金产反弹现象。那么在金融市场的语境中，这个术语指的就是在一场大规模产业浪潮之中，真正连续获益的往往不是淘金者，就是所谓的终端应用，而是为它提供工具的基础设施参与者。那么在当前的 AI 浪潮中，英伟达无疑就是那个卖铲子的公司代表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条供应链上，不止英伟达一家公司。昨夜的盘后交易中，至少有3类企业同步受益，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共振。首先就是 CoreWeave，在连续多日的下跌之后，昨天盈利0.02%。CoreWeave 与 Core Scientific，他们是 AI 工厂基础设施，也成为了直接的受益方。从逻辑上来讲，CoreWeave 之所以对英伟达的业绩高度敏感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英伟达的重要生态伙伴，被视为 AI 原生云提供商的典型代表。它的商业模式本质上与 GPU 供应直接挂钩，GPU 的供给越紧，单价越高，利用率越满。CoreWeave 作为 AI 工厂的使用端就会越繁荣。那么昨天英伟达的财报确认，Blackwell 平台销售强于预期，数据中心收入继续刷新历史高点，未来的季度指引明显上调。这个意味着 AI 工厂的建设节奏正在加速。那么随之呢，受到定价提升和需求强化的不只是英伟达本身，也包括了负责承接服务器、算力调度、GPU 云服务的上游和中游企业。Core Scientific 是这一条链中的另一个关键节点。那么根据市场的消息呢，这个公司不仅提供数据中心基础设施，还与 CoreWeave 签订了托管超过500兆瓦以上的算力容量和大型合作协议。这个使得两家公司在资本开支、利用率和收益端形成了高度绑定。因此，英伟达、CoreWeave、Core Scientific 已经构成了一条算力、供给、托管的一个紧密的闭环。在昨夜英伟达财报披露之后，市场对这一条链路的预期同步提升，导致相关股票盘后交易出现了共振上涨。我们再来说一下 MP Materials，相比于前两家公司呢，MP Materials 盘后大涨约为8.6%，这个可能是令很多投资者措手不及的。从字面的产业角度链来看，MP 和英伟达并没有直接的供应关系。GPU 并非稀土依赖度最高的产品，但是市场的反应并非来自直接关联，而是来自一个更重要、更宏观的逻辑，就是原材料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战略联动。MP Materials 正在和美国国防部以及沙特阿拉伯矿业公司合作，在沙特建立稀土精炼设施。这个背后的逻辑非常明确，稀土呢是电力机、发电设备、风电机组和高性能磁体以及部分国防装备的关键材料。那 AI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数据中心、冷却系统、电力系统、储能和发电设备，这些对稀土的隐性需求正在增加。当前，全球85%以上的稀土精炼产能集中在中国，而美国长期希望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。所以说，国防部直接参与，意味着原材料供应已经从市场提议升级为了国家安全议题。那么，从产业的逻辑延伸来看，随着 AI 对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的需求提升，相关上游原材料，包括稀土，也被纳入了全新的国家战略版图中。因此，MP 的上涨反映的不是它和英伟达的直接关系，而是市场意识到 AI 的扩张不再只是一个科技行业问题，而是一个供应链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。
另一条和沙特相关的消息同样强化了这一条逻辑链的全局性。马斯克在讲话中确认，xAI 正在与沙特合作建设一个500兆瓦规模的 AI 项目，而它的核心算力将采用英伟达的 GPU。那么500兆瓦的规模意味着什么？这个是接近一个小型城市的数据中心用电量的，而且它表示 AI 基础设施的能耗和投资正在指数级的增长。那中东的能源资本正在主动融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，同时这个也进一步强化了英伟达在全球 AI 产业中的中心地位。从硅谷到中东，从国防部到原材料的供应链，这些所有的线索最终都合流到一个事实：AI 的扩张正在形成跨产业、跨资本、跨地区的结构性共振。而英伟达的硬件平台处于这一共振的核心节点，所以我们看到本季度的英伟达财报表现异常强劲，而且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共同繁荣的发展。但是，我们必须在乐观的数据之外，审视一些那些可能影响公司未来2到3年增长斜率的核心隐忧。在英伟达的财报电话会议上，他的首席财务官做出了一项非常关键、同时颇具分量的陈述：公司给出的$650亿第四季度收入指引，并没有包括任何来自中国数据中心的贡献。在当前的全球半导体版图中，这一信息呢，不得不让我们拆解一下它的逻辑了。在 Whitebush 的点评中指出，中国市场缺席构成了英伟达未来增长模型中的巨大空白。投资者要意识到，这种结构性的缺口并非短期扰动，而是会影响未来季度的可见增长边界的。如果中美科技摩擦进一步升级，或者说美国出台了新一轮更严格的禁令，那么英伟达的增长路径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重估。第二项隐忧呢，来自估值层面。目前市场对英伟达的核心定价逻辑依赖两个关键指标，第一是极高的增长速度，第二是大约75%的非 GAAP 毛利率区间。然而这两项指标本身都属于偏极致的水位了。虽然 Blackwell 平台强劲，Rubin 平台未来即将释放增量，但是下一阶段 AI 服务器生态的竞争将更为激烈。AMD 正在推动 MI300系列加速渗透，超大规模互联网企业，比如谷歌、Meta、亚马逊、微软等，正在推进自研芯片。各国的监管机构正在鼓励供应链多元化。那任何对英伟达毛利率造成边际下压的因素，都可能对它的估值形成倍数级别的冲击。在当前的估值结构下，即使毛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，对股价的敏感性都将非常显著。当前的 AI 的基本开支虽然高速增长，但是投资人担忧的不是现在好不好，而是资本支出在2026到2027年是否会出现放缓。那一旦资本支出增速放缓，它的影响将传导至整个 GPU 需求曲线，这个对英伟达是系统性风险。总的来说，英伟达仍然处于 AI 浪潮最中心的位置，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增长路径没有约束。我们需要同时看到宏观加上地缘性风险、行业竞争的升级、估值高位下对增长的敏感性增强。那这些变量决定了，即使短期财报表现极佳，长期仍然有必要维持谨慎的风险评估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周值得关注的一些关键节点。我会从催化剂、潜在风险和投资策略建议3个维度来说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催化剂。英伟达之后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，比如 Alphabet、谷歌、微软、Meta 等，他们的盈利表现将成为市场下一步方向的重要指引。在宏观数据阶段，劳动力市场、通胀数据、央行会议纪要等等，这些都会影响利率预期和流动性状况。那么在资金方面呢？如果市场资金开始大规模回流成长板块，那将支持科技板块持续反弹；反之，如果资金仍然在观望，将延缓反弹的节奏。我们再来说潜在风险，如果通胀意外回升，或者说经济数据强劲，促使市场预期央行加息或者是缩表提前，这个会对成长板块构成压力。另外，一旦大型企业在 AI 基础设施投资上出现疲态，预期被削弱，整个产业链可能会受到冲击。还有一点就是地缘政治和供应链的限制，例如对中国或者是中东 AI 芯片设备出口限制强化，可能会冲击相关公司的成长路径。最后，如果市场参与者再次忽视盈利支撑，仅凭想象买入，风险就会变大。在接下来的4到6周，建议维持适度仓位，重点关注那些盈利清晰、驱动力明确、估值合理的科技半导体公司，避免估值过高、盈利尚未验证的小型概念股。在3到12月的中期呢，如果说 AI 基础设施投资节奏持续，并且利率环境稳定，那么科技成长板块仍然有空间，但是建议分批建仓，注意调仓纪律。另外，在组合中维持一定比例的低贝塔防御型资产，以应对宏观风险突然加大。
总体来看，在今天的复盘形成了几个比较明确的观点，偏向乐观认为，以英伟达为代表的 AI 基础设施仍然处在成长阶段，它释放出的盈利信号对科技板块是一个利好。但是也要保持谨慎，因为虽然起点强劲，但是市场已经对 AI 成长预期进行了大量定价。如果未来兑现速度放缓，市场可能转向修正。因此，我认为当前最合适的姿态就是精挑细选，加上控制风险，而不是全面拥抱了。如果说未来几周内没有出现重大负面冲击，那么科技成长板块有望延续反弹。但是如果有宏观利率意外或者增长预期落空，那市场可能重新陷入调整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从宏观背景、公司盈利、板块轮动、资金情绪到未来关键节点和个人策略，我都尽量做了系统分析，希望能给你接下来制定投资策略提供参考。当然，在做任何的投资决策前，都需要你对市场进行深度研究。好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 Money Doc Eric，我们下期再见。